有什么是你一直想要但一直得不到的东西吗？不管是爱、金钱还是成功，不知道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越渴望越得不到的呢？你有没有想过换一种方式去吸引你想要的东西呢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珍，今天我们来聊如何吸引自己想要的东西。有时候我们明明已经很努力了，却为什么总是得不到呢？这种感觉就好像你明明一直在很拼命的往前跑，却好像被什么东西无形的一直往回拉，努力也没用，越努力反而越远离你想要的结果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个问题就出现在想要这两个字本身。首先我想跟你一起做一个实验，现在呢我想请你做一件事情，在接下来的10秒钟里面，请你千万不要想大象，一定不要想大象。准备好了吗？如果你刚才越努力的让自己不要去想大象，反而就会出现更多各种各样的大象。总之就是你越不去想它，你的大脑里面越容易出现它。这就是我们人类大脑里面的第一个陷阱。我们的大脑是无法处理不要这个指令的。当你说不要失败，你的脑子里面先浮现的那个就是失败。你让自己不要去想那个讨厌的人，那个人就会立刻到你的脑子里面来。所以你每次跟宇宙跟自己说我想要成功，我不想这么穷了，你以为你一直在传递我想变好的信号，但你的大脑和你的潜意识其实一直都在传递我还没有成功，我还很穷。结果呢，你越想摆脱这种状态，反而会越来越根深蒂固。心理学里面把它叫做反弹效应，它的意思就是你越刻意去控制某个念头，它就反而越容易反弹回来，甚至就会变得更加的强烈。打个比方说，今晚你失眠了，你想要让自己快点睡着，就一直催自己快点睡快点睡，反而这个时候的你就会变得越来越焦虑，反而就更加的睡不着。你越想让别人喜欢你，就会表现得越不自然，你越想要放松，反而越紧张。问题就来了，难道我们就不应该去想这些吗？难道我们不该有目标，不该有渴望吗？关键在于你带着什么样的心态，什么样的能量去看待想要这件事情，是带着一种缺少某样东西所以才想要，还是你觉得你值得拥有它，但是你有没有它都可以很好的这种心态。这两者的差别决定了你向宇宙发出的是匮乏感还是丰盛感。很多人以为吸引力法则讲的就是你想要什么就会得到什么，但真正的核心是你成为什么样的人就会吸引到什么样的现实。也就是说，不是靠你的想得到的结果，而是靠成为去吸引它的出现。我有个朋友，他几年前特别想转行做内容创作者，他说他非常不想上班，他每天都非常希望他可以靠他自己的视频来养活他自己，所以他后来就做了账号，发了几条内容，拍的也算还不错，也一直都在模仿其他很厉害的博主嘛。但是他的账号就是一直不涨粉不爆，一天只有几十个浏览量，就很着急。每次在聊天的时候，他就说他不想上班，他想要快点靠这个来赚钱。听起来好像很有动力去做视频，是不是？但问题来了，他所有的想要的背后都是我现在不行，我现在没有钱，我现在讨厌我现在生活。这种状态就是他跟宇宙说，跟所有的人喊话，我很缺，我很惨，快来救救我。结果呢，账号1年也没有什么起色，他后来呢受不了了，就彻底放弃了。之后他就去了一家公司做剪辑，在那边默默的拍视频，剪小视频。因为是帮别人做东西，所以反而会轻松很多，没有想太多，他也就不太去强求那些视频的浏览量。但没想到的是呢，竟然成功了，视频爆了。因为他没有在强求，没有在控制，只是觉得在做他自己觉得好玩的东西。结果流量来了，粉丝涨了，他们的老板还给他资源做个人 IP。你说这是因为他的命运转运了吗？不，其实只是他的能量状态变了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，当你玩得很开心的时候，做得很投入的时候，反而常常会有好事不请而来。反而是你一直盯着结果，着急的想要好的结果的时候，它总是不来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总不可能我们什么都不想要，对吧？我们每个人肯定都会想要，但是你需要带着一种更加松弛的心态去想要它。你可以对自己说，我想要它，但我已经不再执着它，必须现在来。你可以选择练习进入到一种我已经配得上它的一种能量，而不是那种我想要拜托它来的这种卑微状态。就好像你去一家商场买衣服，看到一件非常喜欢的衣服，就说哇好漂亮啊，我下次一定有机会就要买。而不是站在橱窗面前一边喜欢一边自我否定，说哇这个好贵啊，我肯定永远买不起。第一个状态呢就叫做丰盈感，第二个状态呢就叫做匮乏感。吸引力法则真正的运作是你的状态，而不是你的语言。我知道你听到这里可能有点不
太相信，因为我们从小就被教导，你越想要什么东西，你的目标就要越明确，你才有可能达成。这里面肯定有一定的道理，但问题是，如果你只是你的脑子想得很清楚，但你的身体还在恐惧，内心还在怀疑，能量还在匮乏，那你的想法再好，现实也不会照着你的剧本来的。就好像一个人每天就跟别人说我要成为富翁，那么他每天还在刷抖音很焦虑，晚上还睡不好觉，根本不相信自己可以赚到大钱，那请问他会吸引到什么东西呢？一定是跟他真实的频率匹配到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，而不是他说出来的愿望。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，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改变这样一个状态呢？第一个方法就是不要老是盯着结果，把注意力转移到你自己身上。我们最容易掉进的陷阱就是一直盯着外面的东西，我怎么还没找到工作啊？我喜欢的人怎么还不理我？我发的内容怎么一直没有人点赞啊？一旦你把注意力老是放在结果反馈上，你就很容易陷入到焦虑匮乏状态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你状态最差的时候，往往就是你最在意结果的时候？那怎么办呢？把你的注意给收回来，关注你当下正在做的事情。你想要成功，那你今天有没有进步啊？有没有享受过这个过程？你想要被爱，那你有没有想过自己有没有爱自己啊？那你有没有真正的活出你自己？不要总想着我得到了什么，而是问问自己我今天是谁。第二个方法呢，就是写出你已经拥有的清单。这个方法是最简单的，但是呢，很多人是选择不做。现在呢，可以选择拿出你的笔或者你的手机备忘录，写出你已经拥有的所有东西。比如说呢，我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，我现在有手机有网络，我还能看这个视频，我今天有时间在思考我的人生，我今天吃了一顿很美味的饭菜，我有关心我的人，我有爱我的家人。哪怕是一些看起来非常不值钱的东西，但你只要真心的把它写出来，慢慢的你就会进入到一种其实我已经拥有很多的这种状态。你写的越多，你就会越从缺的角度切换到那种有的角度，而这种能量的切换会慢慢的从你的频率开始调整，慢慢的呢，它就会吸引到你想要的新东西。第三个方法就是练习松弛感的想要。松弛感的想要不是让你变得非常的佛系，松弛感的意思是你仍然有愿望有方向，但是你不要去强求，不要去控制，不要去执着它，必须现在照在你的脑子里面。打一个比方，有一个女孩，她很缺爱，她一直都想要谈恋爱，她非常渴望遇到一个对的人，结果呢，她等了几年也一直都没有结果。后来她就做尝试，每次在她自己感觉到非常缺爱，想要谈恋爱的时候，就会深呼吸几次，对自己说，我相信他迟早会来的，我现在已经很好了。就这样一句很简单的话，他就慢慢的开始不再盯着什么时候来，反而把心思放在生活上，去做瑜伽、读书、认识新朋友。几个月之后呢，他就遇到一个真的跟他频率非常契合的对象，而且呢，他不是那种苦苦等待出来的白马王子，而是他自己活出自己之后自然吸引而来的。因为那个人不是被找来的，而是他自己先成为了那个能量对的人，然后他就自己慢慢出现了，不是去抓住他，而是让他自然而然的出现。最后呢，我们做一个能量翻转的实验，请你闭上你的眼睛，或者把你的眼睛轻轻地盯在某一个不动的地方，然后重复以下几个步骤。第一个步骤，想象一件你一直想要的东西，但是一直没有得到的东西，比如说感情、金钱、事业。现在尝试用你的全身去感觉一下，你想到我还没有这个东西的时候的感觉。注意你的身体的感觉，是不是有一点紧绷、焦虑？是不是有一点感觉沉重？你可能会感觉到自己的胸口会有一点闷，手有一点发紧，或者说你的脑袋有一点用力。好，现在我们切换到另外一个状态。第二步呢，想象一下你已经拥有了它，它就在那里，你已经可以稳稳的、自然的拥有它，你不需要去抓住它，不需要去证明你值不值得，你就是配得上。感受一下得到之后的你会是怎样一个姿态，什么样的表情，你的呼吸是不是变得更加顺畅了，身体是不是变得更加放松了。这个实验最关键的是，你有没有注意到你已经拥有的这个状态，整个身体的能量它都在转变。其实你的大脑、你的能量系统是会在听你怎么想的，这就是转化之道。它不是你拼命去追逐的那个东西，而是要先成为那个能够接住它的你自己。其实你越想要，是因为你感知到你没有，而这个缺的频率才是你吸引不到它的根源。真正的吸引不是用力去想，而是真正的放松的成为。不知道你听完这个视频有什么想法呢？欢迎留言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还希望大家可以点赞、关注加订阅哦，感谢大家。